你现在拿起你每天在用的水壶，不要看，用手指伸进去摸一下，你觉得会不会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滑？如果有，请你先不要急着关掉这支影片，因为你现在摸到的很可能不是脏，而是一个已经成型的微生物世界，且这个世界不只存在水壶、吸管、水管里，它也存在你的牙齿上，存在洗肾病人的管路里，甚至存在某些一直好不了的伤口上。这个东西叫做生物膜。我是医检师 QQ， 今天我想从一个你一定摸过的触感开始，带你一步一步看清楚生物膜是怎么出现的，为什么它这么难对付，以及你真正能做的事情是什么。先讲一个很颠覆直觉的观念，在自然界中，微生物大多数时间其实不是单独生活的。我们在课本里看到的那种一颗一颗漂浮的细菌，在真实世界反而是少数。超过90%的微生物选择用生物膜的方式生存，原因只有一个：活得久比跑得快重要。生物膜的形成，第一步其实非常不起眼，在水壶内壁、水管、牙齿表面，甚至是伤口渗出的组织液附近，会有一些浮游细菌，随着水流、口水、体液，轻轻靠近表面。这个时候，它们只是碰一下，这个阶段叫做可逆性附着。如果你这时候刷洗、冲洗、清洁，它们其实很容易就被带走。但问题是，大多数人不会在这个时候动手。于是细菌进入第二步，他们发现这里有水、有养分，而且温度刚刚好。特别是温水、水壶、人体体温附近，生物膜会长得特别快。这也是为什么夏天水壶特别容易滑滑的。于是细菌开始分泌粘性的物质，把自己固定在表面上。附着从可逆变成不可逆，这在检验角度来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，因为从这一刻开始，清水冲洗效果已经很有限了。接下来，细菌开始分裂繁殖，一颗变2颗，2颗变4颗，慢慢聚在一起，形成所谓的微菌落。这时候你还是什么都看不到，但在显微镜下，一个小型社区已经出现了。然后真正让事情变麻烦的阶段来了，这些细菌开始大量分泌一种东西，叫做胞外聚合物，简称 EPS。EPS 的全名是 Extracellular Polymeric Substances。你可以把它想成细菌自己做出来的外套加水泥。它的主要成分是多糖体，还混着蛋白质、脂质，甚至连 DNA 都包在里面。这些物质把整个菌落包起来，形成一个立体结构，不是一层平面的膜，而是像蘑菇、像小塔，里面还有水通道，让养分进来，废物出去。到这个时候，生物膜正式成熟。你现在摸到的那个滑，几乎都是这一层 EPS， 而这层 EPS 就是生物膜最可怕的地方，因为它不只是粘，它还是一个防护罩。研究发现，躲在生物膜里的细菌对抗生素、消毒剂、氯气的抵抗力可以比漂浮状态高出150倍甚至3000倍。不是要莫笑，是要根本进不去。而且一旦表层细菌被杀掉，里面的细菌还会分泌更多 EPS， 把自己保护得更好。最后，成熟的生物膜还会做一件事，它会释放一部分细菌回到环境中，到新的地方重新开始下一轮附着。这叫做分散。也就是说，一个你没有刷干净的水壶，不只是自己脏，它还可能变成细菌的转运站。把这整件事放回你熟悉的生活，水管内壁长期潮湿，一定有生物膜。水壶、吸管，尤其装过含糖饮料、奶类，形成速度更快。牙齿上的牙菌斑本质上就是生物膜，所以牙医才一直说漱口不够，一定要刷。洗肾病人的管路、血管植入装置，只要被生物膜占领，感染风险就会大幅上升。慢性伤口一直好不了，很多时候不是病人不乖，而是细菌躲在生物膜里，免疫细胞跟药物都进不去。所以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回答一开始那个问题，为什么滑滑的？是一个警讯，因为那代表那里已经不是表面，而是一个成熟的微生物社区。那要怎么处理？先讲结论。在日常生活中，生物膜最怕的不是药，而是破坏结构。刷洗、摩擦、拆解，把 EPS 破坏掉，清洁和消毒才有意义。不过，在医疗和科学现场，
其实还有更进阶的做法，像是螯合剂，把 EPS 里的钙、镁离子抓走，就像抽掉建筑物的钢筋，或是用酵素直接把多糖体、蛋白质、DNA 剪碎，甚至干扰细菌彼此打电话的能力，让他们没办法揪团盖房子。牙医用的超音波也是利用高频振动把生物膜从表面震下来。这些方法你不一定会在家里用到，但你要知道一件事，连医院对付生物膜，第一步都是先破坏结构。所以回到你每天在用的水壶，下次摸到那层滑滑的，不要只想着泡，先刷才是关键。如果你看到这里，开始重新理解滑滑的代表什么，请你帮我按个赞，把这支影片分享给那个水壶永远只用水冲的朋友。订阅这个频道，因为你会发现很多你以为没什么的日常细节，其实都藏着会影响健康的大问题。我是医检师 QQ， 这里是小小观察，大大检验，我们下次见。